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日 topic 節目，我係 Charlie， 你亦都係叫我黎生。今次嘅 topic 要講嘅係多倫多落雨都要收水。根據 Blog2 媒體報道啊，多倫多市議會咧依家準備考慮收一項雨水費 （stormwater charge）， 另外就有雨水費折扣同埋一項水服務費。呢個提案咧實質係想解決多倫多老化嘅雨水基礎設施同埋對呢個環境嘅影響嘅。大家知道啦，隨着城市嘅不斷發展同埋城市化啦，佢個有效管理雨水嘅能力咧變得越來越緊張啊！唔單止咧可能導致洪水即係 flood 同埋水污染啦，仲可能對公共健康同埋安全咧構成風險嘅。嗱，多倫多市咧目前考慮雨水費，咁佢嘅宗旨咧當然係想激勵市民咧負責任咁樣使用水資源啦。同時為咗基礎建設升級同埋環境改善提供必要嘅資金啦。嗱，呢個其實唔係第一次出現呢個提議嘅咯噃。其實早喺2017年嘅時候咧，市會咧審議咗一項對所有房產徵收雨水費嘅提案嘅。但係當時嘅市長咧喺市議會投票當中咧將佢擱置咗。嗱，當時咧係27票對16票否決咗呢個議案嘅。咁依家咧有傳言咧就講啦，呢個議案咧會重新提出。雨水費係點樣計算咧？目前咧討論呢個雨水費嘅結構咧，可能基於呢個物業嘅不透水表面面積，比如咧屋頂咧個 driveway 啦，同埋停車場嗰個硬表面啦。呢啲區域咧喺落雨嘅時候咧會導致積雪啊。咁啊將收費同埋物業嘅特徵咧聯繫上嚟，注就鼓勵多倫多業主咧更多投資綠色基礎建設啦。比如咧雨水花園啦、透水嘅路面同埋綠色屋頂嘅，以減少咧嗰個雨水流量啦，同埋減輕咧嗰個城市基礎設施嘅負擔嘅。根據雨水收費嗰個建議啦，雨水管理費咧即係從嗰個水費入邊咧扣除嘅。雨水費咧將喺水電費嗰個單上邊咧單獨列明嘅。對於面積少於1公頃嘅物業，1公頃咧即係等於107639 square feet。即係少於呢個面積嘅，將根據每一層嘅所有嘅物業嘅平均硬表面咧實施分級統一嘅雨水收費。物業分級咧由唔同嘅物業類型嘅物業大細決定嘅。分為住宅、多住宅同埋公寓，以及工業、商業同埋政府機構。除咗徵收雨水費之外咧，市政府咧仲就大型嘅物業嗰個雨水費折扣抵免計劃咧進行諮詢嘅。雨水費用嗰個折扣咧，將減少大型物業嗰個雨水費用嘅。市政府會就可能徵收雨水費進行諮詢嘅。如果少於1公頃嘅物業，雨水費按每平方米硬表面嘅面積1.6毫8收費。表格入邊有個舉例嘅，比如第一行啦，從0到213平方米，呢度講嘅係平方米啊。213平方米，即係等於係大約2292.7 square feet 啦。咁即係大約2300尺以下嘅屋咧，每年要交 stormwater charge 191蚊，亦即係每月大約16蚊啦。雨水收費嘅支持者可能會辯稱，呢個係符合多倫多成為更可持續性同埋復原能力嘅城市目標。通過投資綠色基礎建設同埋雨水管理實踐咧，多倫多不僅可以減輕城市化同埋對其水系統嘅影響，仲可以適應氣候嘅變化帶嚟嘅挑戰。此外咧，雨水收費咧產生嘅收入咧，可以專門用於提高水質量啦，同埋保護自然棲息地同埋促進生物多樣性嘅項目，從而使居民同埋環境受益咁講嘅。但係咧呢個提議咧，可能會面臨某啲嘅批評喎。特別喺潛在財務方面嘅影響啦，雨水收費可能會導致某些人群咧帶來不公平嘅負擔啦。比如低收入家庭啦，或者係小型企業啦，佢哋可能咧係缺乏呢個實施水管理嘅解決方案㗎嘛。另外好多人咧仲係擔心咧實施同埋執行呢個費用嘅行政複雜性以及可能咧會出現意外嘅後果嘅。比如咧財產嘅貶值啦，或者係經濟活動嘅減少啦，因為咧你每個月支出咗16蚊啊嘛，咁你可能咧喺其他嘅經濟活動上咁咪減少咯。無論如何啦，計劃雨水收費咧代表咗解決多倫多城市水管理同埋環境可持續性緊迫問題嘅嘗試。
嗱，關於咧水收費呢個視像會議咧，就計劃喺4月8號、11號同埋16號舉行嘅。嗱，你可以咧在線註冊參加嘅，發表你哋嘅意見嘅喎。嗱，雨水稅咧作為一個單獨嘅項目出現喺你嘅水電費單上面啦，佢可能咧唔會稱為雨水費啊，佢哋可能會另外起一個名啊，以減少反對嘅聲音啊。嗱，而家好似咧好流行玩名詞創新遊戲咁啊，咁下一個提案咧可能唔係再叫雨水稅啦，可能咧改為叫空氣稅啦。咁啊，其實依家 Kitchener 同埋 Mississauga 其實都有呢個雨水稅嘅喎。嗱，不過咧，依家你哋唔使去投票啦，因為咧喺4月3號，多倫多市長鄒至蕙咧喺 X 平台正式否認呢個法案啦。嗱，4月3號咧，鄒至蕙咧穿著雨衣喺 X 平台上否認咗多倫多將徵收呢個雨水稅啊。嗱，佢喺語中咧強調咧，呢個係網上謠傳嘅啫。啊，市政府咧冇計劃徵收呢個雨水稅，係網上謠傳喎。佢話市府冇計劃呢個徵收呢個雨水稅喎嚇。咁啊，我啊覺得咧，呢個係市府咧係先留一啲消息嗱俾傳媒講俾公眾知，然之後試探一下市場嘅反應。而家睇到反應好大啦，就縮翻去啦，然後否認呢個計劃。嗱，呢個係老牌民主國家啲政客慣用嘅手法嚟㗎啦嚇。咁啊，鄒至蕙咧喺視頻中咧，嗱你睇下佢大雨入邊咧穿着雨衣笑就咁講啦嚇。無論佢哋喺 Twitter 或者 X 平台上點樣講啦，呢個城市咧並冇試圖對降雨徵稅咁啊。如果真係徵收雨水稅咧，今日我哋啊即係市政府啦就發達啦咁啊。嗱，鄒至蕙咧表示咧，佢已經要求市政府職員咧重新審視相關嘅提案，並提出更環保、更能預防洪水及其保持低水費嘅方案。嗱，佢解釋啦，嗰個方案咧，原意咧係希望擁有大型嘅停車場嘅企業咧，對排污系統作出更大嘅貢獻咁話喎。嗱，佢話咧，即係當我哋遇一場大暴雨嘅時候咧，就好似依家一樣，地下室水浸、路面水浸，嗰啲污水咧會流入湖泊同埋峽谷。呢個係因為雨水從鋪嘅路面上流落，而唔係吸收喺地面入邊。呢個使我哋供水基礎設施不堪重負。佢對你嘅房屋同埋環境造成損害。嗱，佢認為咧，市民應盡一己責任，通過種植花草同埋安裝透水路面嚟幫助嗰啲雨水排放。嗱，佢補充講啦，洪水就 flood 啦，令供水基礎設施不堪重負，但唔能夠要求屋主為呢個雨水支付費用噶嘛，而讓大型嘅停車場企業咧袖手旁觀啊。所以咧，現時呢個法案討論嘅程序咧已被擱置。嗱，呢個時候咧，我隱約感覺到有一件事可能會發生啦，就係咧，我哋民居嘅前院同埋後院咧，如果你鋪設嘅 interlocking 或者硬化嘅程度太多嘅話咧，你可能會收到罰單啊！嗱，而家其實每個城市咧都有對前院草坪嘅面積有要求㗎嚇。嗱，一般咧都係要求至少有1/3嘅土地面積係種草坪㗎嚇，唔能夠全部鋪 interlocking 或者硬化地面㗎喎。嗱，事實上咧，我睇到好多屋咧，特別我哋華人嘅屋咧，前院同埋後院都全部硬化。嗱，呢個時候咧，你哋可能要小心啦嚇。目前市政府仲未有採取任何行動，但係咧，我相信好快佢哋就會有所行動㗎啦。好，呢次今日 topic 節目就先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我哋下一集見，拜拜。